最近影迷期待已久的蜘蛛人电影《无家日》终于上映了。到目前为止，漫威已经推出了20几部电影，每一部呢都让不少人引颈期盼，票房也有一定的基础。但你知道吗？看起来非常成功的漫威，其实以前曾经破产过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漫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上映的蜘蛛人电影《无家日》一上映，吸引了超多的影迷进电影院观赏。光是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全球的票房就已经累积了2.6亿美元，是电影史上第2名，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漫威这一整个系列的超级英雄电影有很多独树一格的特色，比如说不同超级英雄的电影呢，彼此之间或多或少会有些关联，有的时候角色也互相客串，出现在对方的电影里面，形成一个漫威电影宇宙。而今天我们会来聊聊漫威是怎么从漫画变成电影的，电影的这些特色是怎么形成的，还有他们在破产之后又是如何重新站起来的。那按照惯例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每次有新游戏上线，你是不是都心痒痒很想玩，但又怕每款都买荷包会大失血吗？没有关系哦，现在游戏也有吃到饱咯。Xbox Game Pass 呢是微软推出的游戏订阅服务，可以让你用便宜的价格无限畅玩上百款的游戏，包含他们自家推出的《极限竞速》、《最后一战》，或者是 EA 和 Bethesda 的经典大作《战地风云》、《毁灭战士》、《上古卷轴》，通通都玩得到。这些游戏价格呢，可能原本至少都要几百块到几千块，但现在不管你是休闲玩家还是重度玩家，只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方案，就有可能用最低首月30元的价格全部玩个够。像是有给 Xbox 主机玩家的这个 Game Pass， 还有电脑玩家的 PC Game Pass， 还有主机、电脑我全部都要的 Game Pass Ultimate， 大家都可以参考。那如果喜欢想要续订的话呢，之后每个月也只要几百块。等你遇到真爱，想要永久收藏某款游戏，还能够用8折优惠入手。那现在大家就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 Xbox Game Pass 的资讯跟会员福利吧。漫威一系列的超级英雄角色可以追溯到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39年，漫威漫画的前身即时漫画开始发行连载漫画，后来才改名为漫威漫画。而当年最早出现的超级英雄呢，是初代的霹雳火，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不一定熟悉的亚特兰提斯王子纳摩。而在1941年，美国队长这个角色诞生了。在当年的爱国主义的氛围之下呢，美国队长的创刊号就卖了将近100万份，成为了当年相当知名的漫画角色。而就在同一年呢，美国漫画的重量级推手史丹利加入了漫威。当年才19岁的他，一开始当助理，后来转变成漫画的编辑。但编辑没有做多久，隔年呢他就去从军了。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他才回到公司继续担任编辑。而从1930到1950年代被称为是美国漫画百花齐放的黄金年代，在这个时期，漫画算是美国大众很便宜的休闲娱乐，所以相当的受到欢迎。当时的漫画主题种类还很多元哦，有科幻的恐怖的、战争的，甚至是爱情、文艺的、犯罪题材等等都有。在1950年代开始，美漫进入了白银年代。在这段时期，美国大众开始讨厌漫画，认为都是因为太爱看漫画了，才会让现在的年轻人都开始学坏。哇，这个漫画要是换成像是游戏手机，怎么听起来好像都很熟悉。好啦，总之呢，漫画因为形象重挫，导致销量不断减少，于是各家出版社呢就开始重新的塑造角色，希望可以重新创作出吸引读者的故事。而史丹利就是在这段期间陆续的创作出许多漫威的知名角色，包含像是蜘蛛人、X 战警、惊奇四超人、浩克、钢铁人、雷神索尔、奇异博士等等的故事，也创造了复仇者联盟的故事，让不同故事线的超级英雄可以聚在一起对抗邪恶势力。而1970到1980年代，美漫再度遇到新的销售瓶颈，各家漫画为了拯救下滑的销量，大概有2大类的做法。第一类呢是开始拓展漫画的主题，在这段时间呢，很多作品都在探讨当时的美国社会议题、正面时事等等，例如像是毒品问题种族歧视，还有同性恋议题等等。而另外一种做法，则是把出版的漫画越做越精美。对出版社来说，漫画可以卖得比较贵，而对读者来说，也会比较愿意出高价买回家收藏。而漫威选的路线呢，就是这一条希望借此维持收益。不过1989年，漫威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漫威呢被一位华尔街的企业家佩雷曼买下来，想不到情势却急转直下。
买下漫威的华尔街企业家佩雷曼呢，实际上对漫画产业一窍不通，他对漫威有哪些角色还有故事一点概念都没有。据说当年他想买漫威的时候呢，还以为会买到超人的版权。但总之佩雷曼看准了很多人愿意花大钱买漫画的趋势，才因此决定要收购漫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收益。不过在1990年代初期，受到电视还有电影的冲击，美国漫画的销量暴跌，漫威的经营周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惨的时候呢，甚至还要把有蜘蛛人图案的门板拆下来变卖才行。而佩雷曼于是决定要开始变卖漫威角色的电影版权。这个举动吸引了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来挑选。本来漫威呢打算把很多角色都一起打包卖出，但是片商们都只想要买有名角色，所以大部分也都没有卖出去。而当年超级英雄电影也不太卖座，所以实际上也没有拍出几部漫威的电影。1996年，漫威还是撑不住了，正式宣告破产。破产之后，漫威公司进行重组，最后跟玩具公司 Toy Biz 合并。董事长阿拉德呢，根据经营玩具公司的经验，认为这些超级英雄的周边商品以后一定会赚大钱。他认为要让周边商品卖得动，漫威就得要让更多人喜爱才行。可是漫威多数的角色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对于想要加入漫威的新读者来说，要看懂最新的故事，还要先看完20到30年的漫画才能看懂的话呢，那这个门槛真的太高了。于是漫威重新制作了终极系列漫画，这个系列选来重新制作的都是热门角色，比如说首先打头阵的是终极蜘蛛人，这个是发生在跟原本主线不同的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但是人物故事的设定基本上大同小异，借此吸引旧读者回归，也让新读者更容易进入。此外，阿拉德也认为电影是漫威进一步打进大众娱乐的重点。只不过漫威即使重组了，还是没有什么钱可以拍电影，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找人合作，由电影制作公司来拍，而漫威则扮演协助的角色。虽然收益的抽成比较少，但也比较不用担心资金的风险。而在2000年时，跟20世纪福斯合作的《X 战警》上映了，这部片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就迅速的爆红，票房表现不俗。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跟漫威合作的索尼，马上呢就宣布要拍蜘蛛人的电影。而后来福斯陆续拍了多部 X 战警的续集以及惊奇4超人的电影，而索尼则拍了非常多部蜘蛛人的电影。而 X 战警超高的人气呢，也捧红了几位原本不是那么有名的演员，例如像休·杰克曼就是在 X 战警上映之后声名大噪。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让漫威发现，即使启用2线演员，故事本身够棒，观众也会买单。不过看到合作者赚大钱，结果自己赚很少，还是会有人点不甘心。于是漫威决定要自己下海来拍，也让漫威电影更忠于漫威的精神，更有整体感，还有系列感。漫威打的算盘是，如果未来赚够多钱的话呢，就可以把以前卖掉的那些角色版权买回来。而2004年，漫威把雷神索尔美国队长等10个角色当作抵押，跟华尔街借了5亿多元来拍电影。那漫威呢自己出资拍的第一部就是钢铁人的电影，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赌注，因为钢铁人在漫画里面并不是最热门的角色之一，除了有看漫画的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钢铁人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票房到底会怎么样。如果最后票房不佳，抵押的版权很可能就全部白了。好在最后上映的票房高达了5.85亿美元，拯救了漫威。钢铁人电影之所以可以卖得那么好，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故事本身很厉害，主角的性格很鲜明，容易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演员小罗伯·道尼过去因为吸毒而入狱的争议形象，跟钢铁人东尼·史塔克跌落谷底再重新爬起来的故事非常接近。再加上小罗伯·道尼本身幽默诙谐的个性，帮电影加了很多吐槽搞笑的元素，让电影变得更有趣，角色变得更立体。钢铁人的成功终于让漫威的高层松了一口气，也更加笃定自己拍也是有可能成功。于是漫威就这样子一步又一步的改变漫画当中的角色，形成了独立于漫画宇宙的漫威电影宇宙。他们模仿漫画中复仇者联盟的模式，让不同的超级英雄除了有自己的故事之外，也会在其他人的独立电影当中出现。而最后再利用复仇者联盟的电影，把这些超级英雄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一个新的危机。而后来故事应该就有很多人听过了。2009年，漫威被迪士尼收购，后来迪士尼又买下了20世纪福斯，让一部分流浪在外地的这个超级英雄版权终于回到漫威手中。而漫威电影宇宙也进入了第4阶段，上映时程一路排到了2023年。
在研究漫威的故事之后，我们认为漫威能够在跌落之后重新崛起的关键是他们愿意放下过去曾经有成就，重新拟新的策略，同时把既有的资源拿来妥善的运用。重新制作的终极漫画不只吸引了新观众，也让他们老观众回笼，变成了老少咸宜的作品。这个策略真的是蛮厉害的。而此外，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很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漫威的电影总是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观众进电影院观赏？我们推测，除了故事本身有一定的品质之外，还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漫威电影的成功，例如越来越成熟的特效技术、吸引人的角色 IP 等等。而漫威在电影的设计当中，还有很多让影迷想要一看再看的元素，比如说让角色互相串门字或是大集结，可以在同一部电影里面同时看到好几个喜欢的角色，还有找漫威电影里面的彩蛋，也是很多人2刷3刷的重点。而在影片片尾的演员表之后彩蛋呢，通常也会暗示着下一部电影的内容，这些都是让人非常兴奋的原因。那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那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底下跟我们分享哦。那今天的最后想要问大家的是，你喜欢看漫威的哪一部电影呢？ A 我喜欢蜘蛛人系列的独立电影， B 我喜欢各路超级英雄大集结的复仇者联盟系列， C 我不看漫威电影哦，因为对超级英雄电影没有什么兴趣。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漫威电影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黑豹演员过世，演员该换角吗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